护士，护士，医生，医生！喊了半天也没人搭理，秦晴只好放弃了。然后稍微看了一下病房的四周，什么嘛，好歹他也是因公受伤，不说是高级病房吧，也不至于住得这么差劲儿吧。不过秦晴突然像想到了什么似的，睁大了双眼，一动不动的，大概3秒钟，然后唰的一下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往门外走去，顾不得头晕眼花的了。此时的他心跳加速，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。待他来到门外，秦晴看着这陌生的环境，他穿越了。秦晴不敢相信的揪了一下自己的手臂，啊，疼，看来呀，不是做梦，那就是真的穿越了。啊！哎呀，秦丫头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位是谁？记忆中我不认识这个人啊，我不是回到过去了吗？这位是……啊，等，这穿着，我去，感情是白高兴一场啊！啊，要命，竟然不是回到过去，那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秦丫头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需要帮你叫大夫吗？婶子，没事，不用叫大夫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秦晴歉意的向王婶子点点头，然后一溜烟的就回到了房间。回到房间的秦晴是一脸的生无可恋的表情，看着这家徒四壁的房子，再看看他自己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想着就控制不住的哭了出来，哭着肚子又不合时宜的叫了起来。秦晴不得已只好先想办法填饱肚子，再想后面该怎么办了。结果他找遍了整个房子，什么吃的都没有找到，饿得他是晕头转向。秦晴脑袋晕乎乎的，天旋地转，突然脑子里面开始出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画面。刚才出现的大婶儿是隔壁的王大婶儿，心地还是比较善良的，而目前这具身体的主人呢叫郭晴，平时大家都叫她秦丫头。秦丫头因为是丫头，爷爷奶奶说是赔钱货，天天打骂，什么脏活累活都让她干。原主翘辫子的原因是饿死的，极品奶奶趁着原主的爹娘回娘家不在家的时候，将吉卖给了村委的王疯子。王疯子并非本村人，他是几年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只可惜成亲当天王疯子喝了点酒，正好遇到了自己发病，然后就疯疯癫癫的跑上山去了。平时王疯子发疯的时候也没什么事儿，所以这次大家也都没当回事儿。结果一出去就好几天，后来上山砍柴的村里人发现了王疯子天天穿的那件衣服，衣服上都是血。村里人还组织去寻找了2天，结果一无所获。最后大家就认定了王疯子是遇难了，也因为尸体没有找到，最后在村里人的帮助下就简单的处理了这件事儿。由于王疯子的事儿之后，每次秦丫头出现在村子里，一些妇女就指着秦丫头说是克夫命。久而久之，郭晴就更加不愿意出门了。原主呢，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，就这样啊，整天的把自己闷在家里，才导致的把自己给饿死了。所以21世纪的秦晴跌下山崖之后，才得以上了原主的身。好家伙，这么窝囊的被人骂，骂就骂吧，还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，活生生把自己饿死。秦晴疯了一样的抓了抓头发。如来佛祖、观音娘娘、各路神仙，咱们商量一下呗，重新换个地方穿越更好，回到21世纪的70年代就好，不开挂，没事，我自己去努力。就想简单的买房，要实在不行，送我回去也行啊。说完，郭晴闭上眼睛，等待着重新穿越。睁开眼，郭晴看到的房子还在眼前，没有再次穿越，也没有回到自己原本的世界。认命吧，先找点吃的，把肚子填饱再说下一步。也刚还笑原主把自己饿死，等下自己穿过来还没有半天，也把自己饿死就悲剧了。然后起身往屋外走去，屋里是没有任何吃的的，只能看看外面能找到什么吃的了。哎呀，去看看河里有没有鱼吧。来到了河边，郭晴看着不深不浅的小河，清澈见底。哟，年轻就是好啊，小小瓜子脸，一双有着双眼皮儿也不算小的眼睛，除了黑点儿，头发枯黄的。
感觉这原主长得也还不赖嘛。如果能再白点，应该也能称得上是个小美人儿。于是心里喜滋滋的看着河里游来游去的小鱼，只可惜啊，就是太小了，都不够塞牙缝的。郭晴挽起裤腿准备下河去，翻翻石头下面看看有没有货，结果一连翻了好几个石头，可把郭晴给激动坏了，好多的螃蟹，哎，这可是美味呀！看来这个地方的人啊，应该是不知道这是螃蟹能吃的，所以都泛滥了。没几分钟，郭晴就抓了10来只大螃蟹。看着桶里的螃蟹，郭晴的心情又好了不少，觉得够吃了，就准备回家。路上遇到了王婶子下地回家。青丫头啊，你这是干嘛去了？啊，家里没吃的了，去河里抓了点螃蟹。螃蟹？王婶子一脸疑问，然后伸头往郭晴提着的桶里看去。青丫头，这个老虫不能吃，硬邦邦的，还会咬人。之前就有不少村民被这东西咬过。王婶子，这不家里啥都没有了，河里鱼也太小了，这不只能抓点老虫来垫补一下肚子。哎呀，这可怜的孩子，这是婶子刚在地里挖的野菜，给你点，稍微垫补一下肚子。下午跟婶子一起去地里挖。现在家家户户粮食都不够吃，都是去地里挖野菜凑合的。谢谢婶子，不用了，您给我家也没有做菜的调料。王婶子听郭晴这么一说，想想也是，就把野菜放回了竹篓里，想着一会儿做好了再给秦丫头盛点过去就好了。与王婶子分开后，郭晴回到了自家，先把螃蟹洗干净，然后呢来到了厨房。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得亏是螃蟹就这么简单煮熟了就能吃。郭晴3下2下的就把火升了起来，然后把破了一半的锅洗了干净，用另一边没有破的烧了点水，然后就把螃蟹放进去煮。煮了几分钟，熟了就可以开吃了。说真的，在这没有受到多少污染的时代，这螃蟹还真鲜。郭晴将最后一只螃蟹吃完，是意犹未尽，但是肚子呢还是吃得挺饱的，还不错。想想啊，现在肚子吃饱了，下一步应该干嘛呢？总不能啥也不干，天天吃螃蟹吧？夏天还行，那冬天可咋整啊？要赚点钱才行，有钱才能办事儿。赚钱？问题是他得用什么法子赚钱啊？郭晴思来想去，突然眼前一亮，螃蟹，对，卖螃蟹。这边大家对螃蟹是恐惧的，肯定没吃过，那么酒楼肯定也没有螃蟹卖。如果抓点螃蟹去酒楼卖，应该能赚点银子，再加上呢自己也会不少螃蟹的做法，做出来肯定能大卖。说干就干，郭晴提着木桶又来到小河里抓了螃蟹，再没有来时的郁闷，哼着小曲儿抓的是不亦乐乎。没多久，郭晴就抓了大半桶的螃蟹。郭晴提着木桶，跟着原主的记忆就往县城里走去。现在看着日头啊，应该也差不多是中午的样子。这边的人吃饭呢，应该没有那么早。现在走到县城，应该能赶上午饭的时间。看着这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县城，郭晴还是挺好奇的。凭着记忆，郭晴来到紫阳县第2酒楼明月楼。郭晴硬着头皮来到了明月楼的后门，叩响门锁。谁呀？你好，我想找一下你们的掌柜，我这里有一笔生意想跟你们掌柜谈谈。哦，什么生意啊？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不是老虫吗？这东西会咬人的，怎么能吃呢？大叔，这东西可以吃的，别看它壳硬邦邦的，但是它硬邦邦的壳里藏着很鲜美的肉，保证你吃了还想吃。大叔一脸不相信地看着郭晴。大叔，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可否借由你们的厨房一用，我来做出来让你们尝尝，如果能吃，对酒楼也是大有好处的，多了一道吸引客人的菜，还能提高酒楼的生意，不说超过第1酒楼，至少也没有坏处不是？大叔听郭晴这么一说，想想也不无道理，于是大叔身子往旁边移了移，将郭晴就迎了进去。郭晴跟随大叔来到了厨房，大叔安排了一个灶火给郭晴。小姑娘，这时候正是中午，店里也比较忙，你就在这将就一下吧，做一下你说的那道菜，需要什么调料就跟着配菜的小二说一下，让他们给你准备。好的，谢谢大叔，您稍等，这道菜啊，保证让你满意。大叔看小姑娘这么说，也不好打击她，只得是笑了笑，然后转身忙去了。那个小二哥，能否帮忙准备点姜、红辣椒、一点葱、一点面粉跟白糖？如果有麻椒、花椒之类的，也可以准备点。
小二哥看郭晴一连串的要求准备不少东西，而且都是店里很宝贵的调料，瞬间脸上就有点抽搐了。但是想想这是掌柜领过来的小丫头，也不敢说不啊，只好是着手去准备去了。郭晴趁着小二哥去准备配料去了，就把螃蟹洗好，去贝壳，去鳃。不多时，小二哥就拿了一个小盘子，里面装的都是郭晴要的东西。姑娘，你说的麻椒花椒是什么？我们店里没有，其他有的都给你准备了。没有也没事儿，这东西就是吃进嘴里会麻麻的，但是越吃越好吃，越吃越上瘾。小二哥一听也不懂是什么，也没再说什么，就站在一旁看着郭晴很熟练的将红辣椒切段，姜切小片，葱切小段，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拿了个小碗，将面粉倒进了碗里，放了点水，一点点盐。调好后，郭晴将螃蟹一分为4，然后呢，将2个大钳子用刀背拍裂，这样好入味儿。再接着准备起锅烧油，待油热，郭晴将螃蟹粘上面粉放进油锅里。没多久，炸得香喷喷的螃蟹香味儿就开始出来了。螃蟹炸好了之后，郭晴将螃蟹捞出，再把刚才用过的油用碗装了起来。看到这儿，小二哥更加是一脸懵逼了。哎，这油怎么又倒回去了？郭晴也不管小二哥在一旁变化不断的表情，重新的起锅烧油，依次将姜片、辣椒倒入了锅里，带香了出来。可惜啊，没有花椒，不然就更香了，味道呢也能更美味。而后呢，再将螃蟹加入其中，白糖也倒进去翻炒均匀，之后再加上少许盐调味，完美出锅。而这时，原本在忙的掌柜已经是闻香而来了。嘿，丫头，你这道菜看起来很不错啊，还真有两下子呀。谢大叔夸奖，大叔可否帮忙引荐一下贵店的掌柜？我就是本店的掌柜，走吧，端上你做的菜，我们去包厢详谈吧。厨房不适合谈生意。来到2楼包间，郭晴将螃蟹放在了桌子上。掌柜，咱们谈生意之前，您先尝尝这道菜怎么样吧？掌柜的听郭晴这么一说，迫不及待的就拿起筷子，夹起一块螃蟹就放进嘴里。怎么样，掌柜的，味道可还满意？味道自是不错。丫头怎么称呼啊？是哪里人啊？小女子姓郭，紫阳县郭家村人，掌柜的可以叫我秦丫头。秦丫头，倒是看不出来，你这小小年纪做的这道菜却是不同凡响啊！大家都不敢抓的大虫，都能被你做得这么美味。谢掌柜的夸奖，小女子以前跟父亲外出时见过有人吃这个大虫，也很幸运的知道几道大虫的做法。现在因为家里穷的揭不开锅，所以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来试试看。秦丫头以后叫我张掌柜就行了。秦丫头想与本店怎么合作呢？有2种合作模式，一种是我将菜谱卖给张掌柜，然后每天再拿大虫过来卖给你们。我拿过来的大虫，掌柜的需优先购买我的，我也会保证我提供的大虫绝对新鲜。那另一个法子呢？第2种合作方式就是我将我知道的大虫做法免费提供给明月楼，但是明月楼卖出大虫的这几道菜的利润我要占30%，后期有需要我也可以去抓大虫来卖给你们。另外，以后但凡我发现或研究出新的吃食，将优先提供给明月楼。还有就是，如果第2个方法你们觉得可行可合作，需要提前支付20两作为诚意金。秦丫头，你这第2个合作方法想法够大胆的呀。不过我只是一个掌柜，利润分成这事儿我得和东家商量一下。你也是运气好，正好这几天二东家也在紫阳县，你容我跟他商量一下，你在此稍等片刻。可以的。看着张掌柜离开包间，郭晴的心里有点七上八下的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郭晴等的呀，心里是更加忐忑了。正当他准备起身走动走动的时候，张掌柜终于是满脸笑容的走了进来。秦丫头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，刚才二东家正好有事，所以耽搁了一下。没事儿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，等等也无妨。秦丫头，二东家说这30%利润可以，20两的诚意金也没有问题。可既然是诚意，你也得拿出你的诚意来呀。二东家说他也有3个条件，你能答应这3个条件，那我们就签契约。张掌柜先说来听听，哪3个条件？第一，秦丫头跟我们合作期间，不管是大虫的菜谱，还是后期你发现的新吃食，如果要出售的话，必须优先给我们明月楼。第2，出售明月楼的菜谱不得再出售给其他任何一方，你所提供的必须是明月楼1份，如有违背，需赔偿明月楼损失费1000两。当然，这2点只要你能做到，这1000两也只是一个数字而已。这2个条件都没问题。那第3个条件是什么？
第3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每个月都准备一道新吃食给明月楼。当然，你的每一道新吃食都可以分得利润的30%，赚多赚少全看你的新吃食是否吸引客人消费呀。当郭晴听到每道新吃食都可以分30%利润时，心里是掩饰不住的欣喜。30%啊！如果新吃食够吸引客人，他每个月都能分不少银子。这钱也太好赚了吧！秦丫头啊，没事，让张掌柜见笑了，只是觉得能跟明月楼合作太高兴了而已。如果秦丫头你觉得没问题，那我们就签订一份契约，这对我们也是一份保障嘛。可以的，麻烦张掌柜准备好，我按手印就好。那秦丫头你稍等啊，我去准备好就过来。待张掌柜离开包间后，郭晴再也控制不住，手舞足蹈的就开心了起来。不多时，张掌柜拿着一个荷包与2张契约再次回到了包间。张掌柜将契约递与郭晴，郭晴拿过契约就认真的看了起来。不多时，郭晴便将契约看完了，然后便在2份契约上按上了自己的手印，再次递给了张掌柜。张掌柜接过契约也按上了手印，一份自己收着，另一份递给了郭晴。合作就这么愉快的谈成了。张掌柜，祝我们往后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这是20两的诚意金，你收好。对了，合作谈好了，大虫还没谈，菜谱我是免费提供，大虫是需要购买的。那秦丫头这大虫准备卖什么价位呢？张掌柜，还是您说吧，看您觉得什么价位购买才划算吧。5文一斤可行啊。可以，正好我今天带了不少大虫过来，一会儿我将几道菜谱写于张掌柜，然后再教后厨怎么处理大虫。今天你们可以试试看效果如何，我明天上午再送新鲜的过来。那就麻烦秦丫头了。不麻烦，张掌柜帮我准备几张宣纸，还有笔墨，我将菜谱写于你。好的，你稍等。不多时，就将笔墨纸砚给拿了过来。郭晴就将香辣蟹、醉蟹、清蒸蟹、蟹粥、蟹粉狮子头高汤的菜谱详细的写了出来。这5道菜谱应该差不多了，多了客人也不知道吃哪一道好，后面再慢慢加就好了。5道菜谱可以了，客人要把每道菜都尝过，也要花不少银子的，后面再慢慢推出新的就挺好了。秦丫头，香辣蟹，那这个蟹是什么？蟹就是螃蟹，螃蟹就是大虫，这是我给大虫另外想的名字，叫螃蟹不是挺好听的吗？叫大虫谁敢来吃啊？原来如此，还是秦丫头想得周到啊。张掌柜，我们下去吧，我去教大家怎么处理螃蟹，趁现在还有客人，可以提前宣传一下。郭晴与张掌柜再一次的来到了后厨。张掌柜叫小二将今日郭晴带来的螃蟹都称了一下，总共是54斤270文钱。算好账，张掌柜又叫小二取来了270文交与郭晴。郭晴接过银两，心里满是激动。当然了，激动归激动，郭晴也没有忘记教洗菜小二一些洗螃蟹的技巧，避免被螃蟹夹到。因为简单，大家学起来也快，不多时就能上手了。各位客官，安静一下。今日本店机缘巧合获得了一样新吃食，由于是新吃食且材料有限，今日中午前20名消费满3两银子的均可以免费获得一份。张掌柜，是什么新吃食啊？味道如何？这个暂时保密，如果对新吃食感兴趣的客官，不妨可以试一试，保证让你们满意。新吃食只限今天中午可以免费品尝，后面再想吃的话，那就得付银子了。张掌柜这么一说，效果还真挺不错的。都知道明月楼的大厨做的菜那也是一绝的，而刚才经过张掌柜这么宣传，很多客人消费不够3两的，硬生生的就凑够3两，这给明月楼的生意一下就提高了不少。这位姑娘需要买点什么？买点粮食，我先看看你们店都有什么粮食先。没关系，姑娘您先看着，有需要可以直接叫我。郭晴笑着点点头，然后自行在米店里逛了起来。然后发现这古代的粮食还真够单一的，就2样，米跟面粉。小二哥，你们店的白米怎么卖？本店的白米有2种，粗米跟精米，粗米8文钱一斤，精米12文钱一斤。那白面呢？白面也有好与差，差点的也是8文一斤，好点的精面15文一斤。为什么白面差距这么大？姑娘有所不知，好的白面对打磨的工序要求比较高，磨出来的白面白而细腻。姑娘你可以自己看看，贵有贵的道理的。
那小二哥帮我称10斤精米，10斤精面。差的白面也要5斤。不多时，小二哥就将郭晴买的粮食称好，郭晴结好账便离开了米店。接下来就是买油盐酱醋之类的了。郭晴凭借着记忆又来到了粮油店。郭晴又是先看了一圈，发现调料还真是少得可怜，菜籽油也是贵得要死，30文钱1斤的菜籽油表示吃不起，就买了点精盐。然后呢，再来到猪肉铺，下午的猪肉都卖得差不多了，也没有什么好的猪肥油了。郭晴问了下，瘦肉是20文钱1斤，肥猪油是15文1斤。最后买了2斤瘦肉，1斤肥肉，先将就着今晚吃了。最后再买了2颗大白菜，20个鸡蛋，碗筷、油罐、盐罐等等一些生活必需品。另外还跑去买了1口锅。郭晴喜滋滋地抱着锅，提着桶就回家了。有钱买就是开心啊！景丫头在家吗？哎，婶子，我在家，有事吗？婶子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看你这么着急。哎呀，你这丫头，中午干嘛去了？哦，我去了一趟县里，怎么啦？中午我看你抓了大虫，心想你这孩子也是不容易，便给你盛了碗野菜粥想送过来，结果叫了半天也没人回答，中途来叫了2次也没见有人回应，还以为你出啥事儿了。婶子，没事儿，我就是看家里没吃的了，就想了个法子，看看能不能去县里赚点钱，买点粮食。哎，你这孩子，你可别……婶子，你别担心，我是靠自己赚的钱，没偷没抢，正正当当赚的。啊，那你中午吃了没？婶子给你留了野菜粥。婶子放心，我吃了，中午抓的大虫我就吃得饱饱的，而且还卖了钱，所以婶子不用担心。你抓的大虫能卖钱？是的，我把大虫拿到酒楼去卖了，告诉他们这个是能吃的，然后他们做出来确实很好吃，所以就收了我的大虫。如果婶子你也想抓大虫去卖的话，可以直接卖给我，3文钱1斤。你这傻丫头，这点生意你就自己做着，你一个人也不容易，婶子更不能跟你抢生意了。不过这事儿你自己心里也要有个数，村里人要是知道这大虫能卖钱，到时候估计不少人会去买。婶子，这是我卖大虫赚的银子买的，买的又多，这点儿您拿回家吃。哎，傻孩子，这肉你留着自己吃，你看你瘦的，应该多吃点。婶子，我买了有多的，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，现在这天气吃不完隔天就坏了，这不是浪费吗？而且以后我一个人住这儿，少不了需要您的照顾，所以您也别跟我客气。最后2个人是推来推去，王婶子还是拗不过郭晴，只好将大白菜跟肉接了过来。哎呀，你这傻孩子，婶子也没个女儿，以后你一个人有什么事儿就喊婶子，不要不好意思。外面的人喜欢说，就让他们说去，你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就行。婶子，我知道，你放心。行，你没事就好。这会儿还早，婶子还得再去地里干会儿活，就先忙去了。好的，婶子，那您先去忙。送走了王婶子，郭晴的家里又恢复了寂静。没事儿，慢慢来吧。我能去北京城买房买，那加油赚钱，有钱了自己建个4合院也是很不错的，依山傍水多好。郭晴看着日头，估摸着这会儿应该是下午3、4点钟的样子吧。趁着现在还早，便将今天在县里买的棉花跟棉布拿了出来，先自己缝个薄点的被子。说干就干，只是苦了郭晴这心思，没干过缝纫活，可没干过，现在也得赶鸭子上阵啊。这不，缝着缝着就把手给扎了。郭晴看着冒出来的血，便习惯性的放嘴里吸，不多时再拿出来，乍一看，咦，这是什么呀？受伤的手指上伤口不见了，多了一朵玫瑰花。郭晴以为自己眼花了，便搓了搓，结果眼前一晃动，郭晴便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。还没反应过来的郭晴一脸懵逼的以为自己又穿越了。这刚适应新的环境，不会又穿越了吧？这是穿上瘾了呀。主人，您不是穿越了，只是到了另一个空间，这个空间你是可以进出自由的。哇，你真可爱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主人，我没有名字，你可以给我起个名字吗？萌小蛋，就叫你萌小蛋，你说好不好？萌小蛋，萌小蛋，
我有名字了，我叫萌小蛋。主人，我叫萌小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主人，我叫郭晴，你要记住啦。萌小蛋，这个空间是做什么的？主人，这个空间可厉害了，我们现在是在屋里，这个屋里有很多东西。说着，萌小蛋便领着郭晴参观起他的空间来。房子总共有3层，上面2层，地下室1层。地下室郭晴估摸着应该有个300多平方吧。偌大一个地下室，只看到了2袋种子。来到地上1层的时候可把郭晴给乐坏了。油盐酱醋、肥皂、洗洁精、护肤品，这可都是他现在最需的生活必需品。另外还有一个药品柜，好多的生活常用药。萌小蛋，你太棒了，我太爱你了。现在我最缺的就是这些东西。主人，你别激动，还有你更需要的在那边。萌小蛋说着，便领着郭晴来到了一个角落，这里呢放着一个小书架。郭晴定睛一看，竟然是食谱。除了食谱，另外还有一套21世纪完整版的百科全书。开挂了，我郭晴的人生也开挂了。主人，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了，这里面的东西虽然都是你的，用之不尽，但是你得完成任务，提升我的等级才能开启这些柜子。2楼也需要升级之后才能开放的。做任务，提升等级？怎么做任务啊？主人，空间会自动感应需求，然后发布任务，你可以根据情况领取任务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，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。积分可以让我提升等级，等级不一样，获得的东西也会不一样。那这些柜子全部打开需要多少积分啊？主人，具体多少分，萌小蛋也没计算过。不过每升1级，我就会开启相应等级的储物柜。2楼需要到30级才能开启，后面等级越高，我的能力也会越强，还有不一样的技能。你这么厉害的吗？你都能获得些什么技能啊？还有，你最高可以升到多少级啊？主人，我能获得的技能目前我也不知道，需要升级之后才知道。我最高可以升到30级，25级之后我可以分身，然后你可以继续给我的分身升级，但是我最多只能分身2次。太棒了，那你会死吗？主人，只要你在，我便在。主人，房间外面还有。外面还有？郭晴激动地走到了屋外，定睛一看，郭晴愣住了。田地？不会要让他种田地吧？这不会是让我一个人来种这一片田地吧？这是要累死我呀！主人，你忘了这是你的空间，你可以意念操控的，不需要你真的去种啊。意念操控？这么好玩的吗？主人，接受任务。请将空间的田地种上水稻以及小麦，可获得5个积分。哟，这就开始任务了？空间就是牛啊，水稻跟小麦都可以齐上阵。走吧，先把种子搬出来先。来到地下室，将种子搬出去。郭晴最先将水稻种子撒在了一块田里，等它长出秧苗再移植，然后呢，再把小麦也种上。就这样，任务算是完成了，获得了5个积分，离下一等级还差5分。没想到用意念操作也挺累的，郭晴也出了一身汗，口也渴了。小蛋，那泉眼的水我能喝吗？主人，可以的，这个泉眼的水喝了对身体好，你可以多喝点儿。有多好？目前小蛋等级过低，也不知道这泉眼的具体功效，但是这泉眼的水确实对身体好，有益无害，主人多喝就是。好了，这里忙得差不多了，我得出去继续缝被子了。小蛋，送我出去。然后一晃眼，郭晴又回到了他的房间。缝制一条夏天被褥，可获得5个积分。郭晴一看这任务，然后吩咐小蛋领取任务，他就开始他的第2个任务了。这第2个任务呢，说简单也不简单呀。郭晴不晓得被针扎了多少下才完成任务。萌小蛋升级成功，目前等级2级，开启1号储物柜，获得物品植物油、酱油、鸡精。完成任务后，
天色也就渐渐的黑了下来，该做晚饭了。由于一天都没吃饭了，郭晴就煮了白米饭，也用上了空间获得的鸡精炒了一个白菜，另外还炒了一个辣椒炒肉片。这时候没受污染的食物简直不要太好吃了，吃的郭晴肚子那叫一个饱。刚吃饱，郭晴就在家门口走动走动，消消食儿。在古代没有电视，没有手机，郭晴消完食儿就只好早早的躺在床上，早睡早起身体好，明天也早点起床抓螃蟹。旭日一早，天刚微微亮，简单的吃完了早餐，郭晴便挑着2只桶往河里走去。待郭晴抓满2桶螃蟹的时候，天也完全亮了起来，轻车熟路的来到了明月楼。哎呀，晴丫头啊，昨天我们推出的香辣蟹实在是太火爆了，就目前都预定有40多份了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这样下去咱们1个月可以赚不少银子啊。哈哈哈，可不是嘛。今日郭晴抓来的螃蟹有184斤，由于量多，郭晴就直接抹了零头，收了180斤螃蟹的钱。交完货，天色还早，郭晴又到猪肉铺买了几斤肥猪肉炸猪油吃。买的肥猪肉，郭晴直接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就丢进了空间了，这样他乐得轻松。买好了猪油，又买了点别的菜。最后郭晴来到了铁货铺，让铁货铺的师傅打了2口锅，一口大点的，一口小点的。由于郭晴说的款式师傅没有打过，形容了半天师傅也没有搞明白，最后郭晴简单的画了2张图纸。师傅接过图纸，姑娘，这种锅本店从没有打过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好啊。不过我尽量做到您说的这款式，就是可能会比别的锅要贵点。那这2口锅要多少钱？3两银子。3两银子，郭晴心里直抽手，这也太贵了点吧。但是想想不打不行啊，都是必须要用的。最后狠狠心，3两银子就3两银子吧。最后郭晴付了1两银子的定金，师傅让2天后再过来拿，然后郭晴便回去了。回到家，郭晴突然发现自己家大门怎么开着的？难道是遭贼了？小大，现在家里有多少人？主人5大1小。听完蒙小蛋的回答，郭晴顺手就在路边捡起一块石头防身用，然后轻手轻脚的进屋。你娘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趁着我们不在家，就把我的亲丫头卖了。她还有没有良心？她还是不是人？既然那个家容不下我亲丫头，那我也没必要待在那个家里做牛做马。这是原主爹娘回来了。娘，你就别说气话了，一会儿小妹回来看到你这样，指不定又要难过了。主人，接任务，赶走大哥一家3口，奖励5个积分。娘，其实小妹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。你看那王疯子一走，这房子还有房前这田地就都是小妹的了。你看小妹一个人住在大房子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害怕。要不我跟她大哥搬过来陪她吧。呀，我的好大嫂，你想搬来住啊？晴丫头，到时候我跟你大哥搬过来陪你，然后帮你把破烂的地方修补修补，让小胖陪你睡，这样你晚上也不会害怕。大嫂，我都一个人住了好些天了，之前没见你这么关心我，这会儿怎么对我这么好，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。哎呀，大嫂，快起来快起来，你怎么坐这凳子上？这凳子那时候摆了王疯子那血淋淋的衣服的，王疯子生前最喜欢这凳子了。郭大嫂一听血淋淋，吓得一激灵，立马就站了起来，心里是冷汗直冒。大哥大嫂要搬来住也不是不可以，就是怕王疯子不同意。大嫂是知道的，王疯子生前都是一个人住习惯了，突然家里搬来一堆人，我怕他不高兴，晚上回来闹腾。他吧，别的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就是疯起来六亲不认，到时候伤着吓着大哥大嫂还有小胖就不好了。特别是小胖人还小，我担心他到时候吓出个3长2短的，那我这做姑姑的不是好心办坏事了不是吗？对了，听说小孩小是可以看见我们大人看不见的东西的。小胖，你有没有看到你姑父？对了，听说小孩小是可以看见我们大人看不见的东西的。小胖，你有没有看到你姑父？你要看到他，帮我问问他，他还好吗？
鬼啊，有鬼啊！爹娘，有鬼啊！我要回去，我不要待在这儿。郭大嫂也被吓得是直冒冷汗，真觉得有点瘆得慌。看到郭大嫂跟郭小胖子吓得是屁滚尿流，郭晴再也忍不住的就哈哈大笑了起来。任务完成。秦丫头，是爹娘不好，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在家的，娘应该带你一起走的，让你一个人受这么大委屈，都是娘不好，是娘没能保护好你。娘，我没事儿，我真的没事儿。看着抱在一起痛哭的媳妇儿跟女儿，郭父的心里也是气极了，这次绝不能就这么原谅了去。想着，郭父便往外快步走去，他得回去问问他的爹娘，为什么这么狠心将他的女儿给卖了。不多时，郭父就回到了家，气冲冲地冲进了他爹娘的房间，问道：爹娘，我要将秦丫头接回家住，她是我郭有为的女儿，不能让她一个人住在外面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你说什么？我要把秦丫头接回家。而刚从后面赶过来的郭晴一听到他爹这句话，心里暖暖的，这辈子有爱他的爹娘跟郭二哥足矣。不孝子，你敢把那个赔钱货那个寡妇接回来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秦丫头的亲事我跟他爹都没同意，根本做不得数。她还是我郭美丽的女儿，不是什么寡妇。以后谁再说她是寡妇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们一个两个的，这是要造反了不成？我要不同意，谁也别想让那个赔钱货回我郭家的大门，除非我死。爹娘，如果你们不让秦丫头回家，那我和美丽也搬出去住。哎呦喂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儿子，就是这么对娘的哟。乡亲们，你们来评评理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哪有往家里接的？看着这一幕，郭晴眼珠子都要惊出来了。我去，一哭二闹，下一步不会是要上吊吧？太吓人了！秦丫头大爹，你娘说的也没错啊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哪有再接回来的道理啊？你要搬出去跟你女儿住，你让你爹娘这么大年纪的怎么办？看他这么一说，围观的村民都觉得呀，说的有道理，都纷纷赞同的点了点头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儿子大了不由娘，现在爹娘他都不要了。要早知道是这样的，当初生了他就应该丢粪桶里淹死，生的现在长大了，要来气死我这老婆子哦！越闹越起劲儿，村民也觉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能接回来。奶奶，叫你一声奶奶是看在我爹娘的面子上，按理你们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可我是被你卖了的，卖了你就不再是我奶奶，我跟你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乡亲们，你们说是这个理儿吧？乡亲们想想，确实是这么个理儿，卖了就是没关系了。主人接任务，与极品爷奶撇清关系，摘掉寡妇克夫女帽子，可获得15积分。这15积分这么容易的吗？吵个架就行了。郭晴心里瞬间就乐开了花。再说放眼望去，整个村子估计也就我这亲爱的奶奶做得出卖孙女的事儿来，也是因为你趁我爹娘不在家把我卖了，导致我成为了寡妇。什么寡妇克夫女，这些头衔都是拜你所赐，谁都知道王疯子疯疯癫癫的，指不定就是哪天的事儿，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可因为你，我却背上了这些头衔，我的名誉损失费，我的精神损失费，这些账我还没跟你算了。但现在看在我爹娘的份上，就不跟你计较了。这个家，说实在的，我还不稀罕回来，我一个人落得自在，再也不用整天累死累活，还没饭吃。村民们听得点头的点头，猛的猛。记住了，我既然是你卖出去的，以后我郭晴的事儿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这家你让我回，我也不会回。以后我是我，你是你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另外，我刚才也说得很清楚，王疯子的事儿跟我无关，所以以后不要让我再听到有人说我是寡妇是克夫女，要让我听到一次，我就把账记在你们的头上，让你们慢慢还。萌小蛋升级成功，目前等级3级。
开启2号储物柜，获得物品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。另因任务漂亮完成，奖励3斤优质五花肉，冰糖1斤。太嗨了，这就是开挂的人生啊！郭晴潇洒转身离去，留下王老太他们几个啊，半天也没反应过来。最后村民们也都散去了。奶奶，这秦丫头还是我们认识的秦丫头吗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伶牙俐齿了？以前她哪里敢反抗您老人家呀？你看今天完全不把你当回事儿。你管她变成什么样，她一个赔钱货，迟早都是别人家的，只要不接回来浪费我们家粮食就行了。你赶紧去做饭，上午干活回来都饿死了，这么一闹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郭大嫂讪讪的就去做饭去了。郭父拉着媳妇儿回了自己的房间，郭母还是担心自己的女儿。丫头的爹，我想去看看秦丫头，这孩子今天说话怪怪的，我有点担心。行，我们一起去吧。爹娘，二哥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你娘不放心你，所以要过来看看。那爹跟二哥就不担心我？你这丫头能不担心你吗？你在这儿做什么好吃的？郭二哥闻香走进了厨房，一脸的惊呆了。郭父郭母也闻到了香味儿，也想看看自家女儿在做什么好吃时吃的好不好。爹娘，二哥，这个是我做的红烧肉。王疯子走后，我无依无靠的，就自己想办法赚钱。一开始去山上找商货卖，后来在山上阴差阳错的救了一个老爷爷。老爷爷很厉害，他为了感谢我，告诉我河里的大虫可以吃，还可以卖钱，还告诉我怎么做好吃，还教了我很多很多东西。后来我一看老爷爷那么厉害，又孤苦无依的，就死缠烂打的求老爷爷收我为徒。不过师傅喜欢云游四海，所以才懂得很多东西。现在师傅又云游去了，我就抓了大虫去县里的明月楼试试，结果还真的可以卖钱。然后赚了钱，我就又开始捣鼓师傅教我的别的吃食的做法。这个也是我师傅教的秘制红烧肉，做好了也可以卖钱的。一会儿爹娘帮我尝尝看味道怎么样，看看能不能做来卖。听郭晴这么说完，郭父郭母跟郭二哥心下就放心了。爹娘，以后女儿的生活你们不用担心，其实离开那个家对女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你看我现在会赚钱了，如果还在那个家里，我赚的钱会怎么？对对对，小妹说的对，现在这样对小妹未尝不是件好事，她自己赚钱自己花，你看还吃得起肉。如果小妹还在那个家，别说肉了，饭都吃不饱。可你小妹一个人，我们担心她的安危，怕别人惦记。你看她这房子这门都破破烂烂的，根本挡不住贼。要不我搬过来陪秦丫头吧，她一个人我不放心。娘，你别担心了，我一个人都住了好些天了，这不都好好的吗？这不一样，之前是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就是不放心。娘，要不这样吧，就算你搬过来陪我，咱娘俩要是真遇到小偷也不一定打得过，还不如二哥搬过来，反正房子还有多的，二哥还能对付一下小偷，平时反正我也在村里，咱娘俩要见面随时都可以。郭晴说完，他也觉得这办法可行。之后呢，郭父也觉得自己女儿这个办法可以，然后三人一起看向了郭二哥。我没问题。好啦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二哥，你去拿碗筷来，准备开饭了。今天系统开启的2号储物柜的物品都是做红烧肉的材料，正好又奖励了3斤优质五花肉，郭晴全部都下锅了。小妹，太好吃了，这个你说的什么肉，肯定可以大卖。郭父郭母之后呢也是赞不绝口，觉得女儿做的红烧肉啊肯定能赚钱。小妹，你这什么肉做的太好吃了，我都吃撑了。秘制红烧肉，二哥喜欢吃，以后我常做给你们吃。今晚你们也过来吃晚饭，我做那个大虫给你们尝尝。好，那二哥又有口福了。你这孩子，小妹也不容易，你就知道吃。娘，我现在能赚钱了，能养得起你们，你们呀就敞开肚皮加油吃，以后我再不会让你们饿肚子了。好了，让你小妹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先回去了，一会儿还要下地干活呢。对了爹，家里没有桌椅，我们村上有人会做吗？你隔壁王婶子的儿子王铁牛就是做木工的，你问问王婶子看能不能做，不能做的话，爹到时候再帮你问问。行，那爹娘下午忙完就过来吃晚饭，我等你们啊。行了，你进去休息会儿吧，爹娘不用你惦记。
待爹娘走后，郭晴也准备午休一会儿的。早上起得太早了，这会儿确实是困得不行了。主人，接任务，将空间水道移栽，可获得5积分。萌小蛋，系统怕是出问题了。昨天我才进空间播的种，这才1天都不到，就叫我去移栽，那可能吗？正常的都最起码半个月才可以移栽。主人，你自己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？行吧，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郭晴来到空间，发现小麦都已经出麦穗了，水稻秧也已经可以移栽了。要不要这么牛啊？这么种下去的话，那他还愁没粮食吃吗？到时候拿出来卖，可都是钱啊！想到这儿，郭晴又忍不住的咯咯直傻笑。萌小蛋在一旁看着主人傻笑，他也不懂，也只好跟着傻笑。萌小蛋，你笑什么？主人笑我就笑，主人开心我就开心。还真是个马屁蛋。然后心里喜滋滋的开始用意念移栽水稻，任务完成，获得5积分。对了，小蛋，这个空间的地只能种小麦和水稻吗？主人，什么都可以种植的。什么都可以种植？那种子呢？怎么只有水稻跟小麦？主人，种子需要您自己解决的，您可以从外面购买进来种植的。水稻跟小麦是系统赠送的。这样的吗？那系统能获得稀有种子吗？主人，可以获得稀有种子，有时候任务完成的好，系统会有奖励，所以主人，你要加油，好好做任务哦。听到了这些，郭晴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，她太喜欢这个空间了。郭晴移栽完水稻，又去喝了不少泉水，用泉水洗了把脸，神清气爽，瞌睡都没有了。既然没有瞌睡了，那就出去找王婶子问问桌椅的事儿，还要去找一些村长问问房契的事儿，这事儿要早点解决才好。婶子，婶子在家吗？谁呀？是我，晴丫头。是晴丫头啊？怎么了？有事吗？先进来说吧。婶子，铁牛哥不是木匠吗？我想让他帮我做一套桌椅，家里没个桌椅一点也不方便。婶子，这是我中午做的馒头，一不小心做多了，就给您拿过来2个尝尝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做多了就自己慢慢吃，还惦记我跟你叔，真是有心了。那婶子也就不跟你客气了。那你还来的真是时候，铁牛明天正好休息，到时候他回来了，我帮你跟他说，让他给你做到好的。行，那先谢谢婶子了，到时候多少钱你们得跟我说，可不能叫铁牛哥吃了亏去。你这丫头，都是自家人，能吃什么亏？好啦，婶子，我还有事，就不跟你们聊了。村长叔在家吗？我是晴丫头。不多时，郭村长就将门打开，将郭晴迎了进去。村长叔、婶子都在了。晴丫头来了。婶子，这是我中午做的馒头，一不小心做多了，就拿了点过来给你们尝尝。嗨，你这丫头来就来，还拿什么东西来呀？你是有什么事儿找你村长叔说吧？村长叔，我想问问你，王疯子，我相公家那个房子是属于我相公的吗？你这丫头问这种傻问题，那是你相公家的房子，不属于他，那还能是别人的吗？村长叔，你也知道，我们成亲那天，我相公犯病跑出去了，之后就他的事我也不清楚，他的房契什么的我也没看到。村长叔，你也别误会，我就是现在一个人，这房子我怕到时候生什么事端，到时候我连个落脚之地都没有。叔明白你的意思。说着，郭村长就往屋里走去，不多时手上就多了几张纸，然后递给了郭晴。郭晴接过了郭村长递过来的纸，一脸好奇地看了下，房契、地契，上面还是他的名字。村长叔，这都是你相公买的，现在也就都交给你了。你们成亲前几天，你相公跑来找我，将你们门前的2亩田地也一并买了下来，还将这房契也交给了我，说如果哪天他不在了，就让我把这些都交给你。原本这2天我也是准备收完粮食就去找你一趟，这会儿你来了，也就省得我再跑了。给我？他成亲前来找的我，他不在了，不给你给谁呀？这傻丫头，傻不傻呀？郭晴虽然嘴里说着但是心里呢，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既然想不明白的事儿，那就不想了。郭晴拿着这房契、地契，心里也踏实多了。谢过郭村长之后，郭晴便回到了家里，将房契跟地契放进了空间，
主人，有新任务，快领取新任务。还让不让人活？让不让人活？萌小蛋，你不知道我在睡觉吗？领啥任务就不能晚点吗？萌小蛋看主人生气了，立马闭嘴。他可不想被当成食物进了主人的肚子。小妹，我来了。郭晴闻声，慢悠悠的起床开门。二哥，你来啦。哟，小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刚睡醒，做了会儿运动。二哥，爹娘怎么没过来？爹娘一会儿就过来，我先过来帮你干活。那行，那你正好陪我去河里抓螃蟹。螃蟹？哦，就是大虫。之前那老爷爷跟我说，这东西其实是叫螃蟹。郭二哥听了后点了点头，然后兄妹两人就提了一个桶往河边走去。因为两人一起抓，所以很快就抓了大半桶。二哥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咱们回家做饭吧。嗨，大老远就闻着香味了，做什么好吃的了？饭菜刚做好，郭父郭母就来了。爹娘，你们可算来了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小妹的手艺太厉害了，这大虫做出来的饭菜简直太香了，太好吃了。爹娘，洗洗手，我们开饭了。秦丫头，这大虫的肉好鲜嫩啊，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。还有这粥也很鲜啊。没错，小妹，这个螃蟹在酒楼肯定卖得很好吧？螃蟹？这个大虫叫螃蟹吗？对，老爷爷说这个叫螃蟹。二哥说的没错，这个螃蟹在明月楼卖得很火，所以我每天都要抓不少螃蟹去卖，可以卖不少银子。那这个螃蟹卖的什么价格？我抓过去的新鲜螃蟹5文钱一斤，酒楼香辣蟹卖3两银子一份。这明月楼太黑心了，收你的螃蟹5文，卖却卖3两，这样你也太吃亏了。他们肯定是看你一个小姑娘，所以欺负你。不行，我明天跟你一起去找他们理论理论。二哥，你小声点，你别那么激动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我抓去的螃蟹虽然他们是收5文一斤，但我也不亏啊。你们看，这螃蟹直接河里一抓就是1大桶，随手可得，自然不会太贵。猪肉人养的也不过才卖10文一斤，我这螃蟹都不用自己养，怎么算都不亏啊。而且我跟他们东家谈了合作，就算以后有人也抓螃蟹去卖，他们都必须优先购买我的。还有就是他们酒楼卖的所有螃蟹吃食，我是占有3成利润的。3成？哎呀，不过这事儿咱们一家人知道就行了，东来可不许到处说了去。娘，我知道的，你就放心吧。二哥，明天你要没事儿就跟我一起去抓螃蟹，明天要抓多点，香辣蟹卖了2天了，明天应该又要推个新菜出来了，我一个人也搞不定了。好，没问题。不过小妹，中午的那个红烧肉你不推出售卖吗？那个红烧肉绝对比螃蟹还好卖，还赚钱。那个红烧肉肯定得卖，而且必须大卖，还得是我以后赚钱的大收益。不过我有我的计划，你就等着看吧。吃完饭，天色也黑了，郭晴爹娘也没有久留，帮儿子铺好床铺就回去了。回到房间，郭晴才想起下午还有任务没接呢，便闪身进了空间。小蛋，下午的任务是什么？主人，下午的任务是让您将小麦收回仓库，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个任务，把水稻也收进仓库，总共可以获得10个积分。原本主人下午要是把任务完成，还能有额外的奖励的，不过现在超时了，额外奖励取消了。额外奖励的是什么？黄豆种子。黄豆种子？黄豆，好东西啊！可惜了，唉。可惜也没用了，已经没有了。主人，下次再努力吧。看着眼前黄灿灿的粮食，郭晴看到的都是钱，正在满心欢喜的用意念收割小麦，再将小麦脱粒装袋，接着就是水稻。收割完之后又再种上，空间里的粮食呢都不需要太阳晒，就直接是干的了，简直是不要太省事儿。旭日一早，郭晴早早的起床做早饭，却发现郭二哥早就起床，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郭晴就简单的煮了个鸡蛋瘦肉粥。他这个空间就是好，放空间的东西放进去是什么样的，拿出来就是什么样的。做好早饭，郭二哥提着2个大木桶，气喘吁吁的就回来了。小妹，你起来了？起来有一会儿了，看你没在家，我就先做早饭。你这是做什么去了？我起得早，看你睡得香，没舍得叫你，就先去抓了2桶螃蟹回来。早上我就简单的煮了个鸡蛋瘦肉粥。二哥，你洗洗手，赶紧过来吃早饭吧。
兄妹两个啊，快速吃完早饭。郭晴觉得螃蟹还是有点不够，于是又去抓了2桶。然后兄妹两人呢，一人挑了2桶往县里走去。小妹，你累吗？要不你歇会儿，我先把这2桶送过去，再来接你。二哥，我不累，以前比这累的活都干了，这点活不算什么。而且我这2桶没多少螃蟹，又不重。倒是你累不累？要不我们休息一会儿吧？我也不累，就不休息了，赶紧把螃蟹送过去，不然一会儿路上看到的人就多了。那行，我们加油，一会儿卖了螃蟹给二哥买好吃的。兄妹2个人呢，就这么一路说说笑笑，很快的就来到了明月楼。哎呦，秦丫头来了！现在咱们的香辣蟹已经传遍整个紫阳县了。真的吗？那说明咱们的香辣蟹很受欢迎。郭晴将螃蟹交给了一旁的小二哥去打秤，然后跟随张掌柜就上了2楼的包间。那是的，昨天到了晚上，还有很多顾客要点这道菜，结果你这送来的螃蟹不够卖，顾客都欲求不满，要求加量呢。今天我送来了不少，应该差不多。不过张掌柜，我们得做好心理准备，应该过不久别的酒楼也会推出香辣蟹。啊？那这怎么办啊？这是没办法的事，咱们的香辣蟹实际挺普通的，只是一开始大家没发现这个螃蟹能吃而已，现在发现了。这个螃蟹做法也不是很难，随便煮熟味道都不差。张掌柜，你看看这几样东西你可有见过？或者酒楼是否也有用这几样东西做菜？张掌柜接过了郭晴递过来的几样东西，仔仔细细的瞧来瞧去，都未曾见过。怎么这些东西也可以吃？张掌柜确定从来没有见过吃过？没有见过。青丫头，需不需要我拿下去问问厨房的师傅们？他们做菜对这些东西应该会比较清楚。那麻烦张掌柜一趟了。张掌柜便拿着几样东西往厨房走去。不多时，张掌柜又回到了2楼的包间。青丫头，后厨的师傅均未见过这些东西，就连我们酒楼做菜20多年的老师傅都没有见过这些呀。张掌柜，走，随我去一趟厨房。张掌柜一脸疑问地跟着郭晴又来到了厨房，闲着的师傅都跑过来看，都想看看秦丫头是怎么做菜的，跟着学学也不错。然后在所有师傅目瞪口呆的表情下，郭晴将上次写的5道螃蟹的做法全部都做了出来，其中香辣蟹新加入了花椒。请张掌柜过来品尝一下。接下来就是张掌柜接二连三的称赞，香辣蟹是最后一个吃。吃完后，张掌柜一脸疑问又一脸惊喜，这次的香辣蟹跟以往的不一样，吃进嘴里还是鲜辣，最后还有一种麻麻的感觉。嚯，青丫头，这香辣蟹你加了什么东西在里面啊？跟这几天我们做的完全不一样，但是这次的味道更加让人欲罢不能啊，好吃的我舌头都快跟着吞下去了。郭晴笑而不语，而是将花椒拿了出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叫花椒，是我偶然一次在山上遇到的。这个花椒是用来做配菜，特别适合跟辣菜一起，就会又辣又麻，会让人吃得欲罢不能。这么神奇？是的，没错。张掌柜，现在我们1部2楼，这里就交给他们吧。张掌柜，你觉得今天这个香辣蟹加入花椒的话，可还满意？非常满意，就是不知道秦丫头你这花椒可还有啊？准备怎么卖啊？花椒我这儿还有点，就是这东西得来不易，价钱自然不能太便宜。说着，郭晴比出了5根手指。50文1斤？可没想到郭晴摇了摇头。不是50文，难道是500文？5两。5两？心想啊，加了花椒的香辣蟹哪有可能卖得上8两银子呀？别说8两了，就算是5两也有难度啊。这样啊，他们酒楼就是在做亏本买卖了。因为他并不知道花椒1斤啊可以炒很多份的香辣蟹。张掌柜别担心，1斤花椒虽说需要5两银子，但是1斤花椒可以炒很多份香辣蟹的。像刚才您吃的那一份香辣蟹，我就才放了1小把，如果口味重一点，花椒就稍微放多一点，口味淡就少一点，或者吃不惯的可以不放。每个人口味不一样，并不是张掌柜以为的1斤花椒1份香辣蟹，那样的话螃蟹估计都不能入口了。那秦丫头今天带了多少花椒过来啊？因为也不知道这个花椒具体情况，我也没带多的，也就5斤的样子。说着，郭晴便往自己的背篓里面，实际啊就是空间里面拿了1袋子花椒。张掌柜的接过花椒，满心的欢喜。郭晴告诉张掌柜啊，叮嘱厨房师傅每份香辣蟹所放花椒的量，然后便看着张掌柜喜滋滋的又下楼去了。小妹，你还是我小妹吗？怎么，我不是你小妹，那是谁啊？
是小妹没错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身影，哪都还是小妹，可又不是小妹。小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会做生意，说的头头是道，会赚钱，一赚就是几十两。有些人在经历某些事的时候会长大的，会变的。小妹，对不起，二哥不是故意让你回想起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的，都是二哥不好，你打二哥吧，打二哥出口气。好啦，二哥没事啦，等下让别人看到了，不是闹笑话了吗？不多时，张掌柜又兴匆匆地回到包间，手里还多了一个大荷包。秦丫头，这是花椒的钱，25两，这个是螃蟹的钱，螃蟹是270斤，一共是103两50文，你点一下数。麻烦张掌柜了，你今天好就行，我还是信得过你的。对了，张掌柜，今天开始，剩下4道螃蟹吃食全部一起推出。现在正好是吃螃蟹的季节，就算过段时间其他酒楼模仿出螃蟹吃食也没什么优势了，因为再过几个月，秋天一结束，到了冬天，螃蟹就没这么肥美了。现在我们能卖多少卖多少，就不一样推了。我们要在别人模仿出来之前先赚一笔，不然我们就太被动了。明年说不定各个酒楼都会推出螃蟹吃食，竞争大了就没什么优势了。所以明年我们酒楼的招牌菜就不一定是螃蟹了。哎，好。另外，张掌柜，麻烦你去找一块这么大的木板，还有同等大小的宣纸给我，还有笔墨。另外，再弄一小碗面糊糊。好。不多时，张掌柜便将郭晴需要的东西一并的拿了过来。郭晴接过了宣纸，便开始写了起来。他将今日推出的新品以及价格全部的写在了宣纸上，一目了然。张掌柜，以后凡是明月楼推出新吃食，便用这个方法，然后立在明月楼大门口，这样就不需要你每次都去宣传了。用这个东西，只要路过的人都能看到，对于感兴趣的人，自然就会慕名而来了。还是秦丫头聪明啊！老夫白白在酒楼经营了这么久，都不知道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宣传啊！哈哈哈。我这也是笨法子而已。对了，张掌柜，这是我二哥，有时候我要是没空，就会让我二哥帮忙送货。郭二哥好啊，没想到秦丫头的二哥也是一表人才呀。张掌柜过奖了。好啦，不早啦，张掌柜就去忙吧，我们也就回去了。张掌柜要是有什么事，可直接去郭家村村委找我。走，二哥，带你逛街去。郭晴给爹娘还有郭二哥一人买了一匹不算好也不算太差的布，最后想想又跑去买了2只猪蹄，1个猪耳朵，10个鸡蛋。昨天做了红烧肉，今天呢就试试卤猪蹄。买完猪蹄，郭晴跟着郭二哥就准备回家了。主人，领取新任务，请为空间购买1种稀有种子，可获得30积分。稀有种子？什么才算稀有种子？主人，就是这个时代还未被发现的新粮食。小妹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想到好吃的猪肘子，不小心被口水呛到了。你这贪吃的小妹，没事，一会儿你多吃点。老板，要不要买点地蛋？这个地蛋是可以吃的，我们一家人都吃过，都没事，而且很好吃，粉粉的。地蛋？这不是土豆吗？大姐姐，你要不要买点地蛋啊？这个很好吃的。主人，小蛋为您检测到，这个地蛋乃稀有新种子，目前大中原国还无人种植。这个小女孩的地蛋是野生的。小妹妹，这个地蛋怎么卖啊？大姐姐，你给4文钱1斤就好了。你要多少？要的多还可以给你便宜点儿。你这个有多少？这个我家还有很多很多。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小女孩一听郭晴说有多少就要多少，可给激动坏了。你家里如果还有，我也一并要了，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回去。我家里还有很多的，一会儿我带你一起回去。二哥，你知道这紫阳县哪里有卖马匹的吗？郭二哥一听瞪大了双眼，他这小妹不会是要买马车吧？没错，我想买匹马，这样以后我们做生意往返县里也不用把自己累个半死。一般卖畜牧的都是在东市，离这儿也就小半个时辰左右的路程。小妹妹，大姐姐这会儿先去东市买点东西，一会儿过来找你。这会儿你要有什么需要买的也一并买了。好的，大姐姐，我就在这等你，你可一定要来啊。不多时，郭晴跟着郭二哥便来到了东市，一路走一路看，突然他眼前一亮，这不是鸭蛋吗？
一个卖鸭子的老奶奶旁边摆了2筐子鸭蛋。原来啊，在这个世纪，鸭子不是很受欢迎，鸭蛋更不受欢迎，因为鸭肉老还新，鸭蛋也没有鸡蛋好吃，也没有鸡蛋有营养。老奶奶，你这鸭蛋怎么卖？1文钱一个，小姑娘可要买2个回家尝尝。啊，1文钱一个，这么便宜的吗？不过想想也是，鸭蛋不受欢迎，1文钱一个都不好卖。奶奶，这鸭蛋我都要了，可是我没有篮子，你这2个篮子可否一并卖给我？2个篮子都是我家老头子自己编织的，不知当多少钱，送给姑娘好了。那谢谢老奶奶了。老奶奶，你在这儿等我会儿，我进去里面再买点东西，一会儿出来再拿。行，你去吧。小妹，你买那么多鸭蛋做什么？鸭蛋不好吃，所以我们都不愿意养。秘密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而后他们就来到了马场，发现这马还真不便宜，好点的马都快30两一匹了。最后郭琴跟郭二哥左挑右挑，挑了一匹黑色的马，最后以23两银子的价格成交。买了马儿，旁边就有卖马车的，又花了2两银子买了一架中等的马车，让老板教了郭二哥怎么套马，怎么取马车，然后付了银子，就来到了卖鸭蛋的老奶奶的摊位。小姑娘啊，你买这么多鸭蛋回去做什么啊？买回家做我喜欢吃的吃食。老奶奶家里还有鸭蛋吗？小姑娘喜欢吃，等你这些吃完了，可以再来找奶奶买，到时候啊，奶奶送多点给你。好，谢谢老奶奶。一共是108个，你给100文就好了，剩下的就当奶奶送给你吃了。奶奶，鸭蛋本身就卖得很便宜了，你已经送了2个篮子给我了，我怎么好意思再接受你送的鸭蛋？这是108文，您收好了。你这实在的孩子。买好鸭蛋，郭琴跟郭二哥又来到了刚才卖土豆的小女孩那里。不好意思让小妹妹等这么久，刚才我们有点事耽搁了。没事没事。郭二哥帮小女孩把东西搬到马车上，郭琴呢将小女孩抱上了马车，然后根据小女孩给的地址来到了李家村。郭琴跟郭二哥来到了李村长家，李村长一家人正好下地回到了家。爷爷，我今天去卖地蛋，遇到了一个小姐姐，她说要买我们家地蛋。我们家的丫头真棒，那今天的地蛋是不是都卖完了呀？都卖完了，但是呢，那个大姐姐说不够，所以我就把它们都带了回来。是2位需要买地蛋？是的，李村长，您家里还有多少？家里大概还有200多斤。小姑娘啊，你需要买多少地蛋？我让丫头她爹帮你们称好。李村长，您家里的地蛋我都要了。另外，您还能在山上找到这个地蛋吗？山上估计是没有了，我们之前发现这个能吃的时候就都挖回家了。原本想着分给乡亲们的，可是这乡亲们都不敢吃，都没要，所以现在家里才能剩下这么多呀。那没事，那就有多少要多少吧。然后呢，李村长儿子啊就把地蛋从地窖里搬了出来，然后过了下秤，一共是254斤。因为都买了，所以李村长就给郭晴算3文钱1斤，总价是762文。啊，小姑娘啊，我可否问一句啊，你买这么多地蛋回去，可是有什么用啊？婶子，我买回家自己种的，这个时候正好6、7月份，在8月份之前还可以种一季，大概11月份左右就可以收获。这个地蛋可以填饱肚子，粮食不够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好东西，用来做菜，味道也很好的。小姑娘啊，你懂种植这个地蛋啊？婶子，这个地蛋种植很简单的，像这种小个的，待它发了芽就直接种松好的土里埋好就好了，然后要一个一个隔一小段距离种开。像这种大个的，发芽之后可以根据芽口的个数切成小块，然后用草木灰把切口滚一层灰，再种植到土里就好了。记得切过的地蛋必须要裹一层草木灰，防止虫子把地蛋吃了。如果施肥施得好，这个产量也比较高，1亩地产量差不多能达到3000斤左右，而且可以长很大一个的。哎呀，小姑娘啊，真是不好意思了。那我可不可以留下20斤自己种，剩下的再卖给你呀？婶子，当然可以。最后，郭晴用700文买走了剩下的234斤地蛋，任务完成，获得30积分。萌小蛋升级成功，
目前等级4级，开启3号储物柜，获得各类普通药品。婶子，到时候收成如果高，你们家想卖的话可以卖给我，去郭家村村委找秦丫头就好了。村长媳妇儿一听还可以卖给他，立即高兴的点点头。随后，村长儿子帮着把地蛋一起搬上了马车。郭晴离开李村长家刚走没多远，又遇到了卖鸭蛋的老奶奶。了解到老奶奶家还有不少的鸭蛋，郭晴心想，反正要准备做皮蛋来卖的，如果卖得好的话，手上这100来个根本就不够啊。最后，郭晴一口气又买了300来个鸭蛋，把李奶奶家里这段时间积攒下来的鸭蛋都买了回来。李奶奶高兴的呀，还送了1只鸭子给郭晴。晴丫头啊，以后你要是还要鸭蛋，就来找我这老太婆。奶奶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就鸭子鸭蛋最多。好的，李奶奶，以后买鸭蛋肯定来找你，你就放心吧。李奶奶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李奶奶、李爷爷，再见。然后跟着郭二哥就满载而归了。回到家的郭晴是累到虚脱，又渴得要命，拼命的灌了一大碗水才得以缓解。郭晴就把今天买回来的鸡蛋煮熟、剥壳、划刀，然后跟猪蹄、猪耳朵一起下锅卤了，慢慢煮，等到晚上吃也就入味了。猪蹄进了锅，郭晴一看时间还早，就想着去山上挖点黄土回来做皮蛋跟咸鸭蛋。郭晴背上背篓，拿了一把小锄头，根据原主记忆就往山上走去。不多会儿，郭晴便找到了他需要的黄土，然后挖了一背篓，土比较沉，这一背篓还挺重的，一次也背不了太多，家里那么多鸭蛋，估计还得再来一趟。在郭晴上山第2趟时，主人，前方草堆里有人受伤了。那你能否感知到这人危不危险？主人，小蛋等级不够，这个目前还不能感知到他的危险程度。不过这人受伤很重，身边还有2个奶娃娃，危险系数应该很低。以你的能力，你可以。以我的能力？我什么能力？我自己都不知道，你就知道？郭晴轻手轻脚的来到了草堆，再轻手轻脚的将草推开。原本因为草堆的移动，草堆里的人早就醒过来了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在郭晴将最后一个草堆移开的时候，一柄长剑直刺向郭晴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？我来救你，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？受伤的人一听这声音有点耳熟，立马就停下了攻击。说，你是谁？是谁派你来刺杀我的？哼，我刺杀你？你以为在拍电视剧呢？我干嘛要刺杀你？再说，你管我是谁？原本好心想救你，就你这态度，那你就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可刚一转身，受伤的人便倒了下去，昏迷不醒。王小大，他不会是死了吧？主人，他没死，只是受伤严重，昏迷了过去。王小大，下次你能不能提前告知一下是男是女？要早知道他是个男人，那我肯定不会救。好心救他，还想杀我，要不是我躲得快，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。主人，为什么是男的你就不救？哼，说你是猪吧，可你是个蛋，笨得要死。我一女的救一男的回去，孤男寡女，就村里那些长舌妇，我以后还要不要做人？主人，你根本就不像是会在意村里那些长舌妇的人，你肯定是怕万一看他长得帅，他控制不住自己，将人家吃干抹净。孟小大，你有本事就出来，我保证不打死你。就他，凶神恶煞的要杀我的人，就算长得帅我也看不上，而且人家娃都有了，家里肯定有老婆，我会是那种破坏人家家庭的人吗？再说了，他哪里看出来长得帅的？而且在你心里，我是那种花痴吗？还吃干抹净他，我把你吃了还差不多。咦，还真长得挺不错的，不过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啊？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应该说是原主应该见过这个人，但是没有交集，所以印象不深。算了，印象不深就不深吧，又不是什么坏人，救就救了吧，好人做到底。郭晴将人扛回家，就放在了床上，然后呢，又赶紧将2个奶娃娃跟背篓从空间移了出来，然后呢，又从空间拿了一颗止痛药喂给男人吃了。为了止痛药，郭晴又倒了一盆干净的灵泉水，将男人的伤口清理干净，又抹上了消炎镇痛快速恢复的药，将伤口都一一的包扎好，又将房间打扫干净。晴丫头在家吗？我跟你铁牛哥帮你送桌椅过来了。郭晴笑嘻嘻的将门打开。婶子，辛苦你跟铁牛哥了，你们坐下来休息会儿，我去拿银钱。这桌子一共多少钱？晴丫头，
不知当多少钱，这木料都是山上现有的。反正你铁牛哥今天休息，也就顺手帮忙的事儿。婶子，这可不行。虽然说木料是山上现有的，但是也得辛苦铁牛哥去山上砍回来呀，辛苦费总得要的。那你便给个10文钱的辛苦费就好了。郭晴回到房间，从空间里取出了20文，然后呢，再盛一碗他做的卤肉，让婶子拿回家尝尝味道。婶子，给，这个是我今天下午自己在家闲来无事做的卤菜，反正做的也多，给你盛了点，你拿回家帮我尝尝味道，看看有没有需要改进的，我到时候准备做来卖卖看。亲丫头现在呀是越来越能干了，这卤肉闻着这么香，不用婶子尝味道，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婶子，看着是一回事儿，吃是一回事儿，你就帮帮忙尝一下味道。行，婶子就厚着脸皮又吃你一顿肉，但是这个银钱你就得收回去了。婶子，桌椅是铁牛哥做的，卤肉是我让你帮忙尝的，一码归一码，婶子要是不收下，那就让铁牛哥把这桌椅都搬回去吧。哎呀，行，你这丫头，婶子说不过你，那就收下吧，下次可不能再这样的。婶子，下次再说，这次你要不收，下次我都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。殊不知啊，刚才的对话都落入了屋里受伤男人的耳朵里。待王婶子他们走后，他便起床走了出来。哟，这么快就醒来啦？然后走进男人，简单的看了看他的伤口，恢复的挺快的，看来是死不了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和他长得一模一样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我是谁？我都还没问你是谁，你倒先问起我来了。还有什么他，什么一模一样？你脑子烧糊涂了吧？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又摸了摸自己的额头。没烧啊。你不认识我？大哥，我应该认识你吗？你不认识我？说，你到底是谁？是谁派你来接近我的？我是谁？你管我是谁？我为什么要认识你啊？既然不认识你，那我又怎么可能来接近你？你是猪脑子吗？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明白。今天本姑奶奶脑子进水了才救了你，你不感谢我也就算了，还好意思来质问我是谁？姑奶奶，我告诉你，本姑奶奶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郭晴是也。你说谎，你根本就不是他，他没胆量这么说话。什么不是他？他又是谁？你不是。小妹，我回来了，今天运气不错，可以加个餐。进错门了，这不是小妹家。不对呀，可小妹活生生的站在那里，那旁边的那男的是谁？然后郭二哥反应过来，小桶一扔，拿起一旁的锄头就把郭晴护在了身后。小妹，你别怕，二哥保护你。二哥别担心，他一身伤还没那本事伤害我。小妹，他怎么在你家？今天上山挖土，脑子进水了，把他救回来了。爹。郭二哥瞪大双眼看向了小妹，他正在向他小妹求证，他是不是幻听了。郭晴无奈地摊了摊手。男人听到哭声忙走进房间。二哥，爹娘他们怎么没过来？爹娘说晚饭他们就在家吃，一会儿再过来，老是吃你的，他们怕把你吃穷。郭晴也能理解他爹娘的想法，这是怕他爹那个好娘到时候呢借题发挥，牵连到他。开饭了，孩子应该也饿了。不多时，所有人都上了饭桌。男人有点诧异饭桌上的饭菜，所以半天没动。两个孩子看着自己的爹没动筷子，他们也不敢动怎么了？你不饿？还是稀饭不合你胃口？不合胃口你也得将就着吃，你一身伤，不适合吃太油腻太辣的东西，喝点稀饭就好了。你再不动，俩孩子就快饿死了。顺便还帮男人加了一个没放辣椒的卤蛋。看着碗里的卤蛋，男人拿起筷子就吃了起来。两个孩子看爹爹吃了，他们也跟着吃了起来。吃过饭，郭二哥收拾厨房，郭晴则忙着弄他的泥巴，做他的皮蛋咸鸭蛋。两个奶娃娃也好奇地跟着郭晴玩弄泥巴，玩的是不亦乐乎。不多时，郭晴爹娘吃过饭便也过来帮忙了。看着家里多出来的一大两小，也是吓了一跳。女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娘，你别担心，这3个是我今天挖泥巴的时候在山上救的。哎呀，你这孩子知道人家是谁吗？你就救回家。娘，我这不是当时没想那么多吗？当时这人昏迷不醒，我只好救回家了。好啦，赶紧帮我做皮蛋去，不然一会儿忙到什么时候去？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救了你，总该让我知道我救了谁吧？我是你相公。听到这5个字郭晴实在是被吓住了，结果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得不轻，好半天才缓过劲儿来。
郭父跟郭二哥呢，气得挽起袖子就要上去干架。爹娘，我没有骗你们，我确实是你们女儿的相公，我是王疯子。可能你们不认识我，但是隔壁的王婶他们肯定都认识我。教你胡言乱语，还爹娘？谁是你爹？谁是你娘？你要是再胡言乱语，我们现在就把你赶出去。爹，二哥，你们先停下，让他把话说完，说完再打。说，今天不说清楚，让你好看。那个，我跟郭晴是拜过堂成过亲的，所以我说我是郭晴相公，这点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以前他们叫我王疯子，其实我姓白，字浩，这是我哥的2个孩子，男孩叫白玉，女孩叫白幽。由于家里面发生了变故，哥嫂被奸人所害，最后我拼尽全力也才救下这2个孩子，不得已才又回来。但是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，以后对外我就是这2个孩子的爹，你就是他们的娘。我知道这会让你们的女儿受委屈，但是我会尽我所能补偿你们。我只需要借用这里的身份，其他事情你们尽可以放心。虽然我跟他是夫妻，但是没有他的同意，我是不会去做伤害他的事情。当然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我也会尽一个相公应尽的责任，伴他一生，护他周全。说家里发生变故，哥嫂是被奸人所害，那你就能确定你们待在这里就绝对的安全吗？万一他们找来怎么办？这点你们可以放心，只要你们能替我保守秘密，外面人就没那么容易找到我们。他之所以敢回来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自信，没有人能发现他们的踪迹，因为那些人肯定都以为他们都葬身于火海之中了。那你又凭什么会觉得我们会为你保守秘密？我虽然时不时的犯病，但是我在这住了4、5年，对你们这几位我还是信得过的。行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这样吧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玉儿、幽儿，以后她就是你们的娘亲，快过来见过你们的娘亲。玉儿见过娘亲。玉儿、幽儿真乖。见过外公外婆、二舅。幽儿见过外公、外婆、二舅。乖乖乖，玉儿、幽儿都乖。外婆的好外孙孙，以后有外婆爱你们，不会让坏人伤害你们的。郭晴一脸黑线，她这母亲这是母爱泛滥，抢走她的台词去了。娘，行了，差不多就得了，赶紧的帮忙，一会儿天都亮了。还有你，以后要吃要喝的，家里的活也得帮忙干，赶紧的过来搭把手。然后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就把400多个鸭蛋都加工完了，装了满满2大米缸。白浩睡下，郭晴快速闪进了空间。今天空间发布了好几个任务，他都来不及做。郭晴将小麦、稻谷都收进了仓库，又重新种植上去。土豆呢，也长出高高的苗了。这空间粮食成熟的速度真的是快得惊人。做完任务，蒙小蛋又成功升级了，目前等级是5级，开启4号储物箱，获得物品奶粉、白糖，另外奖励1枚蒙小蛋新技能丸。提升技能之后，蒙小蛋可自行完成任务。不过蒙小蛋收割的话，积分就相对低一些，2分1个任务。第二天一早，郭晴早早起床做早餐。由于昨天空间奖励的白糖跟奶粉，所以今天早上呢，郭晴准备做牛奶馒头。赔钱货，你个不孝的东西，给我出来！郭晴听到这声音，淡定的掏了掏耳朵，慢悠悠的拍了拍手上的面粉，从厨房走了出来。跟在王老太后面的还有一堆极品，其中一个贼眉鼠眼的小胖子，眼睛正滴溜溜的转。然后小胖子就拉着他的好奶奶低声的说着什么。赔钱货，你奶奶我饿了，赶紧弄点吃的给我。哼，笑话，我凭什么要给你拿吃的？你这孩子，你奶奶一大早过来看你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了？就是一个早饭而已，你奶奶饿了你就给她吃就好了，又不是给别人。呀，真是不好意思我记得我好像没有奶奶吧？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你奶奶我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，你竟然诅咒我！乡亲们呐，你们来评评理吧，这个不孝的东西诅咒我死啊！昨晚他二哥大半夜回家住，他爹娘大包小包的带一大堆东西回家，我还纳闷他哪来的钱买马车买东西孝敬他爹娘。结果就听他二哥说，他家来了个男人，不需要他陪了，就回家住了。我担心了一晚上呢。他这刚死了相公，家里就来了个男人，我这把老骨头担心他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来，好心好意一大早过来看看他，叮嘱他，他不给早饭吃也就算了，还诅咒我。
这晴丫头平时看着挺老实的孩子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？哎呀，这孩子啊也是个不容易的，为了生活做这种事儿，不也是没有办法吗？怎么样？你们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总该轮到我来说几句了吧？我有钱想怎么孝敬我爹娘那是我的事，咋的？你这是眼红了？还想我来孝敬你？可我又凭什么孝敬你啊？你已经越过我爹娘2两银子就把我卖了，我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有好东西好像也跟你没关系吧？难道还用我再提醒你吗？再说了，你说昨晚听我二哥回家说我家来了个男人，是的，没错，我男人回来了，我的男人回家，我家里有个男人，难道有问题吗？王老太一听郭晴直接将她的心事给说了出来，手气得直发抖，指着郭晴你了半天也没有说出句完整的话来。奶奶别紧张，她男人已经死了，那肯定是她的借口。你这不孝子，我那哪里是卖了你？那2两银子我不过是替你爹娘收的彩礼而已，怎么能说是我卖了你呢？如果不是我让你嫁给那王疯子，你能过得现在这般好？你有好东西，你不孝敬我，你就是不孝子，是要被戳脊梁骨的。还有，大白天的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你男人在你成亲那天就被你就死了，他怎么可能回来？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？一群人待看清白浩的面容后，吓得是倒退3步。老人家，你倒是说说，我凭什么就不能回自己家了？还有，当初我记得你卖晴儿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还签了契约的吧？怎么，这都需要我提醒你？还是说你想毁约呢？你要是赔得起违约金的话，想毁约我也没有意见。还有，晴儿现在过得好与坏，好像也跟你没关系吧？那都是晴儿自己的本事赚的钱，与你又何干？毁约？谁说我要毁约了？哎，奶奶，我就说了，晴丫头根本不需要你担心，你非不信，非要一大早过来受这气。看吧，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吧？哎，大嫂这话说的好像是我把你们怎么样了似的。从你们进来开始，就一直是你们在挑事儿，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往我头上扣屎盆子，拉着乡亲们当枪使，对我人身攻击。哼，还好不是所有的乡亲们都能被你们利用，不然这会儿我早就被你们的口水淹死了。你们说这是在关心我，谁信啊？有谁见过故意在人前面给人难看的关心吗？有见过指着我鼻子骂我赔进货的关心吗？反正我是没见过这样的关心，也承受不起这样的关心。不过倒是有点像打着关心的幌子来我这儿捞好处的样子。哎，我说你这个老不休的啊，合着都是在利用我们欺负晴丫头是吧？看着晴丫头现在日子过得好了，眼红了，把我们当枪使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看来这动手的婶子啊，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也是，该让王老太啊吃点亏，收敛收敛了。行了，差不多就得了，散了吧，都回家吃早饭干活了。也正因为啊这一大早的这一出戏，半天功夫，整个郭家村的人都知道王疯子回来了，还带了2个孩子回来。娘亲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听到幽儿的提醒，郭晴这才想起来厨房还在锅里的馒头。完了，这架炒不得啊，代价有点大，这一锅馒头就这么的烧糊了。郭晴看着锅里一坨坨的黑馒头，是心疼不已。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早餐不够吃，郭晴只好简单的煮了2碗面条。吃完饭，郭晴交代他们3人今天上午还有活要做呢，要去县里，问有没有需要帮忙带的，都说没有。然后呢，就让白浩在家里把鸭子杀好，中午他要做烤鸭吃。然后他就挑着2个大桶出门了。郭二哥早就在河边开始抓螃蟹了。今天抓螃蟹的还多了2个人，一个呢就是郭晴的大哥，另一个就是他大嫂的好友王梅花的老公。很快，郭晴与郭二哥便抓了满满4大桶的螃蟹，怕是得有400来斤。很快，郭晴便与郭二哥赶着马车带上螃蟹，跟提前准备好的红烧肉配料包、鸡精、酱油一起的来到了明月楼。哎呀，秦丫头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今天你怎么来晚啊？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，这边正等着你的螃蟹，想着派2人去找你，就见你们来了，可算是放心了。怎么了，张掌柜？这么着急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好，没有，就是昨天把剩下的几道螃蟹吃食都推出去之后，来吃新吃食的客人都是络绎不绝。这到了下午的时候，螃蟹就不够了，然后有很多的客人提前预定了。今天看你一直还没来，担心没有螃蟹卖呀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今天带来不少螃蟹，完全不担心卖不完了。。这次带过来的螃蟹确实是不少，总共有425斤。
那就是2两零125文。青丫头，这一篓子东西可是用来做新吃食的？是的，为了这新吃食，张掌柜得安排人手去买20斤排骨、20斤五花肉，猪蹄也可以买10个。另外，后厨如果没有白糖，也得安排人去买5斤白糖回来，白糖不会坏，买回来慢慢用。郭晴说完，张掌柜立马就安排人去购买去了。由于是明月楼药，又是老顾客，小二很快的就将郭晴需要的东西都买了回来。东西买回来之后啊，郭晴便系上围裙开始准备。没有炒菜的师傅们呢，都被叫过来跟着学，香味也随风飘到了酒楼的饭厅，更有不少客人都在问小二哥这是什么香味儿。今天我们的少东家在做新的吃食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今日中午大家就有口福尝到新的吃食了。小二哥，这新的吃食是什么？新吃食具体叫什么名字，在下现在也不知道，等晚点我们的掌柜跟少东家出来了，跟大家讲解。后厨这边，红烧肉出锅之后，郭晴盛出一碗，先让张掌柜尝了第一块。好，太好吃了，这好吃到都不能用好吃来形容了。入口即化，肥而不腻，甜中带香，香中带咸，太好吃了，从来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吃食啊！青丫头，这吃食叫什么名字呀？这道新吃食就叫秘制红烧肉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道吃食应该是全大中原国的独一份，而且配料配方只有我这儿才有，所以叫秘制红烧肉。这道红烧肉既然是全大中原国的独一份，张掌柜已经尝过了。作为明月楼的员工，这段时间推出新吃食以来，大家也都辛苦了，所以为了犒劳大家，也为了纪念新吃食的推出，从今以后每推出一道新吃食，明月楼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作为第一尝鲜的人，每个人都有份儿。谢少东家，谢少东家。然后呢，都井然有序的一个一个的排队吃起了红烧肉。最后郭晴将红烧肉、红烧排骨、红烧猪蹄的菜谱详细的写了出来，也一一交于后厨的师傅们，且每一环节的要求都有重点解说。张掌柜，您是老掌柜了，您觉得咱们的新吃食应该怎么样定价？少东家的，这事儿应该是您来拿主意才是，我负责执行就行。行，那我便说说我的想法。既然咱们的秘制红烧肉是大中原国独一份，那么咱们就直接将红烧肉作为明月楼的招牌菜。既然是招牌菜，那便是长期性的，那就不能太贵。反正别的酒楼只有看只有吃的份，想模仿是不可能的。咱们把红烧肉、红烧排骨这2样区分大中小不同等份，大份的自然是面向有钱人，量多价钱高，那就定位2两银子一大份。中等份面向一般人群，1两银子一份。小份儿面向的是想吃想尝，但是又没有什么钱的人群，489文一小份。另外红烧猪蹄儿比较适合女人及小孩，红烧猪蹄儿有美容养颜的功效。既然有美容养颜的功效，县里的贵妇们肯定是要吃上一吃，那面向的基本就是贵妇，咱们就论个卖，一个猪蹄儿2两银子，半个猪蹄儿1两银子，您看这样可行？青丫头，这招妙啊！这样不管谁都能消费得起，男女老少皆宜啊，妙，实在是妙。张掌柜过奖了，既然咱们觉得没问题，那便出广告吧。然后张掌柜便安排小二哥按照刚才说的张贴广告。你们听说了没？明月楼最近来了个少东家，接二连三推出了不少新吃食，今天又推出一个什么秘制红烧肉、红烧排骨、红烧猪蹄，听说吃了能让人飘飘欲仙，味道极美。真的假的？有这么神？是真是假，咱们也去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反正这红烧肉不限制，谁都可以消费。走，一起去试试，赶紧的，不然晚了就没位置了，又得排半天队。快，走，赶紧去占位置去。岂有此理！给我去查查这个新冒出来的少东家到底是何许人物，现在竟然敢明着跟我们抢生意。是。而郭晴这边呢，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被人惦记了。张掌柜，红烧肉咱们已经开始大卖了，现在谈谈我那配料的价格吧。配料包我都直接按比例配置好了的，我也不狮子大张口。配料包2两银子一包，一包能做20斤的量。另外还有这2样东西，也是我自己研制出来的调料，这个叫鸡精，一大包差不多可以用1天明月楼的菜量，所有的菜都可以撒上一点调味，2两银子一包。这个是酱油，一大瓶大概可以出6到8锅红烧肉，2两银子一瓶。怎么样，这价格很公道吧？这价格挺合理，行，就这么定了。青丫头，你今天带了多少过来？点一下数。我估摸着
今日红烧肉肯定能大卖，所以料都备得足足的，配料包50包，鸡精10包，酱油10瓶，到时候缺了我再补货过来。行，那一共是140两。最后，郭晴接过一袋重重的银子，高高兴兴地与张掌柜说了再见。郭晴先去了铁匠铺，取了前天定制的2口锅，然后呢，还买了几根小拇指大小的废旧铁棍，打了4个 S 形状的钩子，然后呢，还去买了2个洗澡用的大桶，这是给家里那3位买的。然后呢，还去买了3匹布，给他们3个人啊，一人做了2套换洗衣服，然后还买了些其他东西。总之，零零散散的买了一大堆。回到家，郭晴将今日买回来的东西都规整了一下，然后啊，便开始着手做烤鸭了。午饭，郭晴就这么简单的做了一只烤鸭吃了。吃过午饭，郭晴将买回来的布匹交给王婶子，让王婶子帮忙做那3个家伙的衣服。让他做啊，他怕自己把那3匹布都给浪费了。时间过得挺快的，转眼空间的土豆也能收了。等到了晚上，大家都熟睡的时候，郭晴便闪身进了空间，准备将土豆都收了。收完土豆，萌小蛋又成功升级1级，目前等级是6级，开启5号储物柜，获得物品蚕宝宝1斤，桑树5千棵。蚕宝宝、桑树，萌小蛋，这空间是不是耍赖呀？蚕宝宝、桑树也能当稀有物置身储物柜？这东西在古代丝绸为天下的时代，蚕不算稀有物吧？主人，很遗憾地告诉你，你的这个国家没有蚕，百姓们均以棉为主。这时候养，那到了冬季，它是不是就可以有蚕丝被盖了？嘿，太棒了！主人，你在开心什么？你猜？主人，小蛋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猜不到。好啦好啦，不逗你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蚕土的丝不但可以加工成蚕丝线，做成丝绸，制成衣服，冬暖夏凉，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做成蚕丝被，比棉被暖和，盖在身上轻飘飘的。总之是个超级无敌好的东西。就因为这，主人就这么高兴，不是因为到时候可以赚很多很多钱才这么高兴的吗？哼，你看我像那么肤浅的人吗？呵呵，你不是。那主人，5000棵桑树得要不少的地来种植吧？肯定啊，5000棵桑树最起码可以种植1座小山头。那，我去，5000棵桑树，1座小山头，我哪有山头啊？那这储物柜不是等于白开了？主人也不完全白开，主人可以加油努力赚钱，去买1座山头就好了。啊，萌小蛋，你说的倒轻巧，1座山头，你知道得多少银子吗？主人，以前你不会赚钱买山，肯定买不起，但是现在你不一样了，你有生意，还有独一无二的调料，买1座山还是不在话下的。啊，萌小蛋说的没错啊，只要努力，现在他赚银子啊，还是不在话下的。第二天天亮，郭晴想起了买山的事儿，马不停蹄地跑去了村长家，询问村长，他家屋后面那座小山头可有主人？如果要买的话，大概需要多少银子？村长告诉他，那个小山头呢，目前没有主人，因为是山地，不太适合种粮食，所以一般啊，不会有人去买1座山头的。如果要买的话，应该不会很贵，他得去县里知县府那里问问才清楚。正好今天上午，郭村长需要去县里办事儿，然后呢，郭晴就将这件事儿交给了郭村长，还邀请郭村长坐他的马车一同前往县里。郭晴将郭村长送到了紫阳县，就各自办事儿去了。晴丫头，今天可有带调料包来啊？带了，今天调料包带了100份，鸡精5包，酱油20瓶，足够用个3、4天了。以后我就每隔3天送1次货就好了。好。张掌柜叫人与郭二哥一起将螃蟹调料从马车上搬下来，然后过秤的过秤，点数的点数。最后螃蟹呢是420斤，调料与螃蟹总计是252两零100文。现在郭晴手里差不多有500两了，总算是小有积蓄了。张掌柜笑嘻嘻的将银子双手递与郭晴。张掌柜，可否拿账本给我看看？啊？张掌柜别误会，我不是要查账，我是有事跟你说，需要借用账本的模板，你可以拿一本没写过的账本给我就好了。哦，好的，我马上去拿。这没多久啊，张掌柜的便拿来了一个空的账本册。
郭晴接过账本册看了一下，跟他所需要的会员册大小差不多，纸张厚度也还可以。张掌柜，你们这个账本是直接购买的，还是找人按你们要求定制的？我们明月楼在大中原国有不少的分店，因为账目比较多，所以都是直接找人制定的，都是统一的记账方式，方便我们大东家查阅。那如果我给你一个样板给你，你能让他们按照这账本大小纸张定制吗？可以的。不知道晴丫头想要什么样的账本呢？这个是封面，这个是背面，这个是里面的页面要求。张掌柜接过纸张，有点看不懂，这不像是账本册啊。这个是我准备用作为我们明月楼的会员册，会员就是来明月楼光顾的客人，凡是在明月楼消费的客人都可以自愿填写一份会员资料，消费满1两银子可获得1个积分，2两银子就获得2个积分，然后每10个积分便可以抵扣1两银子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既然这样的话，为何不直接打9折呢？何必弄得这么复杂呢？如果直接打9折是很方便，但是明月楼不可能天天9折吧，时间久了这个9折也没什么吸引力了。但是用这个会员积分方式可以稳定客人，促进消费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张掌柜，如果这会儿你是明月楼的客人，在本店消费了3两银子，如果直接9折才少了300文。当然了，也许有的人觉得少300文也挺多的，但是相比较1两银子，哪个更有吸引力？而且直接9折的话，结账后就跟明月楼没有关系了。但是如果是用这会员制度，你在本店这次消费了3两银子，有了3个积分，下次你是不是还会选择再来明月楼，而不是去别的酒楼？多光顾2次就凑够了10个积分，抵扣了1两银子，你会不会很开心？而这时你已经在明月楼消费了好几次，是不是对明月楼印象深刻了？跟亲朋好友介绍好酒楼的时候，是不是会直接介绍明月楼？同样是9折，一个是消费了1次，一个是消费多次，你觉得哪个会更好？好，这个方法真是妙哉，好主意啊！既能够稳定客人，又能够刺激客人消费，让客人对明月楼的印象更深刻，一举多得呀！另外，每个会员生辰当天到本店光顾的话，可直接8折，消费一样可以积分。还有每个月的最后一天设定为会员日，会员日当天消费双倍积分。好，那我就按照你说的安排下去。辛苦张掌柜了。嗨，不辛苦，应该的。对了，秦丫头，店里的花椒不多了，你明天得准备一些过来。还有这调料包你也得抓紧时间多准备一些。这几天陆续会有别的分店安排过来的厨师师傅过来学习新知识，学完之后这调料包肯定要顺带一起带回去的，所以这是大分量的，你要提前抓紧准备好啊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离开了明月楼，郭晴带着郭二哥又开始逛街起来。小妹，你来这做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来到府衙，郭晴找到了牙行的牙子，没错，他准备买个铺子，然后呢交给他二哥打理，用来卖粮食。你好，牙子大哥，我想买个好点的铺子，你这儿可有好的介绍？姑娘想买哪里的铺子呀？西市可有大点的铺子？那姑娘你来的可真是时候，这不刚有人想卖掉手里的几个铺子，都在西市，我带你先过去看看是否合适。不多时，郭晴、郭二哥便跟随牙子来到了西市的铺面。牙子大哥，这个铺子对方准备卖多少银子？姑娘如果诚心要，我这边也不抬价了，卖家开价220两。220两，这么贵？姑娘，这地段这价格不贵了。我们看看别的地方吧。最后郭晴众人连续走了4个铺子，其中3个郭晴都不太满意，另外一个还是挺满意的，可就是价格谈不下来。最后郭晴塞了一个小荷包，让牙子帮忙留意着。牙子收了荷包，高兴地答应着。郭晴是觉得今天看中的那个铺面应该是能有机会的，这个价格会买的人不多，到时候呢他们急着走的时候肯定就会降价的。郭晴在马车里正这么想着。二哥，怎么了？二哥没吱声。郭晴拉开帘子，就看到4个黑衣人站在了马车的前面。郭二哥已经是吓得一动不动了，他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你们是何人？为何拦我马车？好心提醒姑娘，莫要强作出头鸟挡他人财路，否则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。是吗？敢问阁下，我挡谁财路了？都是各凭本事赚钱，自己没本事却怪罪他人比他强，还有这样的道理？少跟他废话，既然不听劝，那就给他点教训。上！
二哥躲好，不要出来。然后啊，便跟4个黑衣人就打了起来，1打4，那4个人手里还拿着刀。郭晴上一世再厉害，也厉害在枪法上。格斗虽然也不错，但是徒手的也干不过拿刀的呀。她也不过是一女子，力度上还比不上男人。虽然目前已经打倒了2个，但是自己也挨了2刀了。可否冒昧问一下，到底是何人想要我性命？既然想要我命，也得让我知道是谁，不是吗？缩头缩尾的，算什么本事？既然你这么想知道，在你去见阎王爷之前，让你知道也能让你死得明白。你跟明月楼合作抢走了谁的生意，自然就是谁想要你的命。凡香楼当家的，看来姑娘也不笨啊。你要是够聪明，那就远离明月楼，跟我们凡香楼合作，还能饶你一命。那我要是不呢？既然姑娘一意孤行，那就不要怪我们心狠手。心狠手辣的辣字还没说完，就听到咚咚2声，黑衣人直接就倒地不起。小妹，你没事吧？走，我带你回县里找大夫。二哥，不用了，现在回县里我们只有死路一条，回家我自己包扎一下就好了。郭二哥想想也觉得有道理，于是啊，将小妹扶进马车，加快了回家的速度。回到家的时候，郭晴在马车内已经替自己消毒，伤口包扎好了。二哥，今天的事不要让爹娘知道，这件事我会想办法处理好，不要让爹娘担心。好。娘亲，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幺儿都饿了。幺儿乖，娘亲去换身干净衣服，就去给你们做好吃的。你跟月儿哥哥先吃一块小点心垫补一下，娘亲很快就做出好吃的来。小妹，我去吧。二哥，没事的，不碍事。然后回到房间换了身干净的衣服，又拿了一袋小米，大概是20斤左右的样子。二哥，给你，这个你拿回家。小妹，这个我不能要，家里有粮食，难不成还能饿着我不成？二哥，我知道现在是饿不着你，我这是让你替回家堵某些人的嘴的。你每天跟着我早出晚归的，家里农活也帮不了了，每天还要吃喝，到时候那些人闹起来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以后每个月提20斤粮食回去，让他们无话可说。郭二哥一听小妹这么说，心里是感动的要命，还是他小妹想的周到。二哥走后，郭晴一个人在厨房揉面，今天中午就简单的吃个鸡蛋面吧。你受伤了啊？是谁伤的你？还能有谁啊？我跟明月楼合作，挡了凡香楼的财，所以今天他们就派了人想要给我点教训。然后你不从，跟他们打了起来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是猪吗？明知道打不过就不知道先服软吗？今天要不是命大，你就交代给那群杀人不眨眼的人了。你怎么知道那群人杀人不眨眼？因为你得罪的不是一般的人。伤哪儿了？郭晴这脑回路都还没反应过来呢。我问你伤哪儿了？手臂跟腹部。上药了没？上了。然后啊，就看着白浩转身离去的背影。奇怪啊，今天这白浩是怎么回事啊？郭晴一边好奇一边做饭，然后啊就简单的煎了几个荷包蛋，然后煮了点面条，香喷喷的。开饭啦！吃完饭，白浩带着2个孩子在消食，郭晴在厨房里又开始鼓捣吃的了。他准备炸薯条，趁着这会儿有空做点薯条给孩子们解解馋。先把土豆削皮切条，用水泡一会儿，清洗干净，然后呢晾干水分，等孩子们午睡起来了再做。做完这些，郭晴自己啊也跑回房间睡了个午觉，这一觉啊就睡到了下午3点多。等郭晴醒来的时候，郭晴竟然看到门口的地里有3个大男人。定睛一看，一个是他大哥，一个是他二哥，竟然还有白浩也在帮忙挖地。郭二哥看到小妹起来了，赶紧走了过来。小妹，今天中午我回家之后，大哥就然后下午就非要跟我一起来帮你干活，说2个人干得快，你知道的，我说话也不好使。没事，二哥，你去忙吧。郭晴一听二哥说的呀，他就明白了，这是看他给了二哥粮食，大哥也心动了呗。郭晴看着3个男人挖地，这地呢也快挖好了，他就准备啊将发好芽的土豆切好，等挖好了就直接种。天刚擦黑时，就已经将土豆啊全部都种下了，刚好将家门口的1亩地给种完。结果这一种地啊，下午说准备的炸薯条也没做成，既然5点没吃成，那就现在炸来当晚餐吧。现在家里啊有2口做饭的锅，郭晴是一个锅蒸馒头，一个锅炸薯条，很快厨房就传来了香喷喷的炸薯条的味道。娘亲，你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好香呀！炸薯条，桌子上有点好的，月儿、优儿端出去给2个舅舅，
还要你们爹尝尝，先垫补一下，晚饭马上就好。月儿开心地端起桌上的一碗炸薯条就往外走去，悠儿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。好啦，开饭啦！娘亲，这个薯条真好吃。好吃，那悠儿就多吃点，吃完多走走消消食儿。晴丫头在家吗？村长叔，我在家了。村长叔吃过晚饭没？啊，还没呢，这不刚从县里回来，就赶紧给你带来消息了吗？辛苦村长叔了，我们也是正准备吃饭，村长叔也一起吃点吧，边吃边聊。郭村长也没再客气，便坐下来一起吃。哎，晴丫头，你要买屋后那座山头做什么？哎，村长叔在这里可是要提醒你一下啊，如果要是用来种粮食，那就不要浪费那个银子了。山上没有水源的话，种不出什么粮食的，还不如直接买田地更划算。谢谢村长叔的提醒，放心，我买来不是用作种粮食的，我用来种桑树的。桑树？对，桑树，这种树全身都是宝，这种桑树还会结果，果子是可以食用的。我现在跟你们说，你们也搞不明白，总之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哦，小美，你在哪里弄来的这些树啊？啊，这个啊是我师傅在外游历发现的，然后托人帮我带回来的。行，你自己有打算就行了。今天叔爷帮你问了一下，别看是荒山，但是也不便宜呀。那座山头需要320两才能买到。320两？小美，你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吗？你管我？320两可以的，村长叔，我买。什么时候可以去办手续？我好早点安排人开荒。要在师傅送过来的树到来之前开好荒，不然树放着容易死。行，反正这时候我也没什么事，明天就陪你去府衙办理。明天我陪你一起去。啊！从明天开始，以后都由我陪你外出办事。可是你方便吗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。啊，那行，那到时候二哥帮我监工开荒的事宜。小美，那我呢？你要是不怕苦，到时候开荒的时候，你可以报名开荒，工人多少钱一天，你的那一份儿我也不会少你的。不是，小美，你二哥能做的，我也能做呀。你也想当监工啊？当监工可是免费的，照样也要帮忙开荒的，而且还要帮忙搬树。你确定你可以？还要搬树，那就算了，我怕到时候把树弄坏了可就不好了。那就麻烦村长叔明天再陪我去一趟府衙了。嘿，傻丫头，跟村长叔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吗？一点小事而已。那个，你确定你陪我去送货没问题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以前的身份没几个人见过我的真面目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哦，你自己有把握就好，可不能因为我这个挂牌夫人暴露身份就不好了。怎么，你这是对挂牌夫人这个身份不满，想要转正？哼，想要转正的话，你就直说，为夫定能满足你。不瞒你个大头鬼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白浩便陪同郭晴一起去送货去了，与郭村长一同的坐在了外面。到了紫阳县，郭晴先将货送到了明月楼。明月楼的张掌柜看到赶马车的白浩，愣了一下，随即又装作无事人一样跟郭晴对账。这次呢，郭晴带了200斤花椒，6篓子调料包，一共是6000包，1000瓶酱油，200包鸡精，差不多10家分店15天的量。另外呢，螃蟹是410斤。晴丫头，今天一共是15402两050文，你对一下账单是否有误？不用我看，张掌柜算账我自是信得过的。张掌柜，今天可是有什么喜事发生，笑得这么开心啊？嗨，哪里，就是因为现在的明月楼生意日进斗金，所以才这么开心的呀。而这功劳是离不开晴丫头啊。是吗？离开明月楼，郭晴带上郭村长来到了府衙，将屋后的山头买了下来。回到家，郭晴就一头钻进了厨房，他准备做一顿丰盛的午饭庆祝一下。一个红烧排骨，一个红烧肉，一个香辣蟹，一个清炒土豆丝，配上白米饭。郭晴呢，将爹娘、郭二哥还有郭村长、郭村长媳妇儿、郭婶子也一起叫来吃了。饭后，郭晴就准备说说他的打算。郭婶子，如今我山头买下来了，你对郭家村也比较熟悉，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你看看哪些人家做工靠谱，不偷奸耍滑，肯吃苦的，愿意来帮我家做工的，不包饭，一天20文，男女都行，只要能好好做事儿。你看看有哪些人愿意来，有合适的帮我多招点，招到的人您给我二哥安排，山头开荒的事我就交给二哥了。行，一会儿啊我就去安排，快的话明天就可以动工了。
那就辛苦过婶子了。婶子，这个是中午单独盛出来的一份红烧肉，你端回家给孩子们馋馋嘴。哎呀，你这丫头啊，这么客气做什么呀？还连吃带拿的。行了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，回去啊，我就帮你物色人去。郭晴笑笑，送走了郭村长跟郭婶子，然后啊，又交代了二哥，上工的人一定要记好数，做得好的后期可以长期做，做得不好的就不要留了。1天20文，有的是人来做。当天下午啊，郭婶子就帮忙招了20多个劳力汉子，其中还包括郭大哥，还有4、5个做事靠谱的婶子，把做工的要求都跟他们说清楚，按天计算，做完结算。做得好的可能被留下来做长期工。大家一听到这个都激动不已，1天20文，1个月就是600文的绩效。晴丫头，这次有多少个咸鸭蛋啊？这次咸鸭蛋只有400多个，不过还有一样新吃食，叫皮蛋，也是鸭蛋做的。目前鸭蛋供应不上，不过再有个3、4天的样子，就可以陆续有咸鸭蛋跟皮蛋可以卖了。最近基本上每天都有做，所以后面每天都有成熟的咸鸭蛋跟皮蛋。不过这次的皮蛋不多，暂时不建议对外直接出售。张掌柜可让后厨做成一道叫做皮蛋瘦肉粥的早点，供应给吃早餐的客人们。一会儿我会将做法写出来，交给后厨的师傅们。这道皮蛋瘦肉粥很简单，不需要我亲自做。好，你安排妥当，我也乐得自在嘛。另外，咸鸭蛋这次数量也不多，我们只对本店会员号 A 开头的开放，下一批有的多再对 B 会员开放，然后再看情况逐个开放。而此时的繁香楼，都是些没用的东西，一个村姑你们都搞不定，养你们何用？这一次给我加派人手，务必将那丫头给我带过来。是。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，一个没有背景的丫头还能翻了天不成？喂，你说你整天跟着来送货，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了点儿？要不要你自己也做点生意？不用。哼，没意思，你就不能多说几个字吗？都相处1个把月了，每回都是我问你答，从不废话，一天天的不会无聊吗？想想自己下半辈子难道就跟这个木头过了？这家伙虽然是冷冰冰的，可是长得不赖呀，跟他生的孩子啊肯定也很帅。呸，想的有点多有点远。而白浩呢，看着他自言自语的样子，估摸着这丫头啊应该是在想他的事儿。2个人啊正各有心思的想着事情，突然马路上多出了不少杀手。正好啊也可以试试他的新武器。这段时间蒙小蛋自己做任务，偶尔呢他一得空也会一起做任务，升级速度很快，目前啊都已经8级了。而这次升级呢还奖励了一根小小的迷你小电棍，虽然空间以外没电，但是这个小电棍呢放到空间就会自动的充满电量。姑娘，我们掌柜的想请你去我们酒楼一见。你们掌柜的请我？派20几个拿着刀剑的人来请？如果今天我要是不去了，你们打算怎样？姑娘最好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成不了朋友那便是敌人，是敌人那便杀。